萌萌，我是爸爸，听得到我说话吗？顾老太太这会风风火火地赶过来。萌萌怎样了？我们出去说，让叶白和他待一会。顾老爷子拉着顾老太太走了出去，贴心地给他们父女俩关上了门。医生怎么说？泽兴说情况不是很好，想要恢复要看小萌萌自己。为什么会这样？萌萌本身就比一般的孩子敏感许多，更何况他现在被他妈妈抛弃了，爸爸之前又是对他不管不问的，他缺乏安全感。为什么这么小的孩子却要遭受这么多的罪？顾老太太说着说着就哭了。这也不能全怪简元心，叶白也有责任，现在只能希望他能早点好起来。小萌萌病房的门开了，顾叶白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叶白，对不起，是我们没想到萌萌会出现在楼梯口。不是我的错，萌萌刚到家没几天，本身就比较敏感，是我不该把她独自放在家里。爸妈，这么晚了，你们先回去吧，今晚我留在医院陪萌萌。顾叶白一脸疲惫地看着顾老太太和顾老爷子。今晚还是我留下来陪萌萌吧。妈，您别闹了，如果你也倒下了怎么办？是啊，老婆子，我们先回去吧，明天我们来替叶白。那好吧，我们明天来替你，我一会让老刘给你们准备点吃的送过来。顾老太太最后不情愿地跟着顾老爷子回去了。顾叶白见顾老太太和顾老爷子都走了，他转身回了病房，他就守在小萌萌的床边，他伸出手抓着小萌萌的小手，不断地在小萌萌的耳边和她说着话。萌萌，你理理爸爸好不好？之前是爸爸错了，爸爸以后一定改好不好？顾清瑶带着顾老太太做的鸡汤和吃的来到了医院，她在窗外看着病床上的小萌萌，心里愧疚不断涌上心头。要不是之前她说的那些话伤到她，她也不会成这样。顾清瑶在门口站了很久，调整好思绪后，她带着鸡汤和吃的走进了小萌萌的病房。哥，你怎么来了？哥，对不起，都是我害的，你打我骂我都好，我绝不还口。顾清瑶看着床上躺着的小萌萌，心里挺难受的。明明刚见面她还是很喜欢这个小侄女，但是一听到她是简元心的女儿，她就忍不住说出那些话来。算了，现在不是纠结谁对谁错的时候，说到底最大的错是我，这么多年我都没有真正关心过她，才会导致她现在这样。哥，这是妈给你们准备的吃的，你吃一点吧。我不饿，你先放一边吧。顾叶白现在一点吃饭的心情都没有。哥，你从来胃就不好，再不吃点东西，到时候你倒了，谁来照顾萌萌？顾叶白被说动了，他起身走到病房的沙发那坐下，开始吃东西。顾清瑶从保温桶里面拿出一碗鸡汤给顾叶白，又拿出一碗准备给小萌萌喂进去。先放那，我一会喂。顾叶白开口阻止顾清瑶。那我先放这了。顾清瑶放下鸡汤，然后就坐在顾叶白的旁边，静静地看着床上的小萌萌。你先回去吧。好，那哥我就先回去了。顾清瑶情绪低落的起身离开了病房。顾叶白迅速吃完后，拿起已经不烫的鸡汤，走到小萌萌的面前。萌萌，我们吃点东西好不好？顾叶白用勺子喂到了小萌萌的嘴边，小萌萌依旧没有任何反应。就在顾叶白准备收回手的时候，小萌萌张开了嘴。萌萌，你是听得见爸爸说话的，对不对？顾叶白见小萌萌做出反应，激动地拉起小萌萌的手，小萌萌一动不动地张着嘴巴在那里。萌萌是饿了是吗？爸爸现在就给你喂吃的。即使小萌萌只是张开嘴，顾叶白还是很开心的，至少他有反应了。他一点一点地把鸡汤喂到小萌萌嘴里。萌萌真乖，都喝完了。顾叶白喂完后，拿着纸巾给小萌萌擦了擦嘴。顾叶白把手里的碗放在桌子上，转身去卫生间弄了热水，拿了一条毛巾出来。萌萌，爸爸给你擦一下身体，然后我们一会就要睡觉喽。顾叶白小心翼翼地给小萌萌擦拭身体，他生怕自己一个不小心弄疼她，所以用了整整半个小时才弄好。萌萌乖乖在这等爸爸，爸爸一会就回来给你讲故事，好不好？顾叶白端着脸盆去了卫生间把水倒，他又回到了小萌萌的床上。萌萌，我们该睡觉了，爸爸给你讲故事，故事听完了就要睡觉喽。顾叶白拿起刚刚程南义送来的童话书，坐在小萌萌病床的另一边。从前有一个漂亮的小女孩，人人见了都爱她，尤其是她的祖母，不知道要把什么给她才好。有一次，她送了她一顶红腰鹅绒的帽子，她戴着非常合适，从此不再戴别的帽子了，所以大家叫她小红帽。顾叶白的声音低沉浑厚，富有磁性，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第一次讲故事给女儿听，他讲的像照本宣读，不带一丝感情的。故事讲完后，顾叶白拿开了书，低头看向小萌萌，他已经闭上眼睛睡觉了。晚安，我的小宝贝。顾叶白在小萌萌的额头上吻了一下，顺势躺在小萌萌的边上，就这么盯着小萌萌看了许久，最后他也不知道自己怎么就睡着了。